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有一点点小小的特别，就是新恋人已经找到你哈。你看这3张图都有找到、被找到，可是角色是有点互换的，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哈。那你看一下哪一张的给你的回应比较强，你就选它吧。那需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后，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找到你哦，所以你是在他的视野里面的。我们今天会以这一个视野范围来看哈。那我们这边翻牌通常都会该怎么说？因为这边的讯息比较像是你知道那种声呐，海底的声呐哈，它是你先翻一个声呐出去，它一个反弹哈，所以我们翻的讯息是他那边来的讯息，然后我们这边在反弹的时候做的那个连接，你可以想成2棵大树种得很近，然后它们都长大了、长高了，然后它们的枝叶、枝芽都叶面都混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找到那个混在一起交接的那个讯息，来看看现在的境况跟你和它的距离啦。用这个方式，用这个系统来找哈。来，我们先从5张动物牌去翻哈。好，第1、第2、第3、第4、第5。好，那我们再用相同的动物卡来翻，看有没有特别指定哪张需要成为重点来讲哈。好。没有，好，这里也没有，好，最后一张，好，没有哈，所以今天这一组可能要比较仰赖我的直觉来看哈。好，那我觉得这张很难得我会选到这张对吧？我通常不会选到这张，对不对？可是这张有一个方向感，它有一个很强的方向感，需要我先翻出来哈。那我先来翻一下，它这个方向感哦，我看一下整个串流过来的连接好了啦哈，看它先怎么跑。我想一下哈，以它为主，以它为主哈，来。好，我看一下，因为我翻的有点多哈，让我看一下，我从一点点来讲。哦，有人我们一开始是说他看到你了哈，可是现在目前的状况好像突然又有一点远远的哈，我觉得他跟你不算认识，这样讲也不太，等我一下哈，我把整个，我说的不太认识是刚开始遇见而已，才刚开始遇见而已哈，因为整个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我在这边看到有一个指引、帮忙、推荐、被动显化你的需求的能量在这里哦。那它还是2股能量，而且这2股能量所带领的是所谓的爱情能量，所以在你们现在才刚遇见哈，其实现在才刚遇见，其实你们的附近还有很多的阻碍能量哈，我们就姑且把它当成是一些起雾哈，那个水啊、风啊、能量哈，现在是不在安定的状况里的哈，然后但是有不错的指引。现在以他的视野来说，其实他是看不清楚现况跟看不清楚你的，所以他需要有人指引。刚好有
有人帮忙，有人指引，而且那个人还更知道怎么把他拉到你面前，这样。所以在这边，我看到有一个小小的，从这里应该是这个位置哈，等我一下哈。我觉得这边少了一个缺口，因为能量都还不错哈，有向往，有向往，喜欢你的向往有出来，然后有想要行动的意识，可是现在是静止的。那唯一有在动的是他人，帮助他的那个他人。所以我说我这边看到的一个缺口就是，现在只差他跟那一个人说他对你有意思，或是他表达对你的喜欢。现在看起来这个缺口是他还没有告诉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应该是你们的共同朋友。好，那以熟悉度来说，他跟他比较熟，然后他还比较了解现况。差一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就可以有让你知道他喜欢你的一个节奏。可是他已经看到你了，可是在这里的距离看得到，他才刚出现而已。这个人是刚出现在你生活中，哈，因为一直有一个才刚看到，才刚有火花，能量才刚跳起来，哦，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才刚起来，所以，但是有一个东西还蛮，你可以安心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哈，在这一个位置，它是一个类似，怎么说，在黑暗中天上唯一亮起来的星星的能量，它这里的能量是爱情的能量，好，但是它很快，它有点类似流星。这个意思代表说，他心里有浮现那一个喜欢跟向往，想要靠近那个向往，有瞬间浮现，然后就让他明确的感觉到，在他心里成为某种渴望，其实是愿望啦。可是好像无法把它形容成这么大，只能把它形容成说是个渴望哈，有在他心里，所以他应该要逐步的去靠近你，跟慢慢参与你的生活或什么。所以接下来他应该会从他的朋友那边得知哪里可以见到你啊，哪里可以遇见你啊这种哈。然后他的这个引路的帮他的一个可以帮他显化他的欲求的这个人，会慢慢的感受到他是喜欢你的，所以他会有偷偷帮你们牵线、牵时间、搭桥这样子，整个连续是这样哈。还有一个，当他们往那里走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边界啦哈。那个边界算是一个考验，那个考验是有点在确定他有多喜欢。他慢慢的接近之中，如果这一个确定是合格的过关的哈，他会发现他需要有一些转变，才能够让你在意，才能够让你注意到他。他现在还在走到那一个边边的路径上哦，所以他快靠近，他快知道要怎么做，他快知道要怎么跟你相处。他还在，我们可以说他还在学习如何对你单独这一个人如何表达他对你的喜欢跟好感。好，所以我才说他现在有一点点起雾啦，看不清楚这样哦，因为他才刚刚出现，你才刚刚出现在他的眼前啦。哦，你们都是新的朋友，新的认识的人哦，还没有那么多的交流哈。目前这里是这样哈，来，我们再往其他的点翻哈。好，来看这张。其实除了这个帮忙的他者、他人、第三个人帮忙的能量之外，他这一个人跟你这边的旁边的所有的能量都是静止的。这个人是你们的一线生机。等等哦，我来更确定一下哈。
这样子混在一起，我发不准。好，这个人确实是你们的一线生机，而且他有2个讯息，他会越来越知道怎么帮你们，或是他会越帮越好。哦，所以以你的角度，你慢慢的会感觉到啦，你慢慢会感觉到有这个人靠近了，哦，有这个人靠近没有问题。那他去找你，你自己去找他，其实没有任何其他能量在帮忙，旁边能量都是静止的，好像有点在看好戏，没有动静哈，没有动静，这个能量出现2次，然后对，出现2次，其实这边1次，这边又1次哈，所以反而哈，你们这题更需要的是这一个帮忙的人的觉醒，他的觉醒的速度快慢，完全影响你们认识的速度啊、时间这样啊。这一题很特别，所有的能量掌控竟然是需要依赖另外一个人的觉醒，另外一个人的反应啦，哈。所以没关系，因为这样我觉得比较好，因为我觉得外力的影响，再加上你们彼此的意识的欲望、渴望，哈，其实有加成作用啦。毕竟以他的现况来说是起雾的，没有那么容易知道自己在干嘛，或者那个哈，往怎么往前这样。然后这边要提醒一件事情是，你现在其实完全感觉不到，因为他还没走到我刚刚说的那一个边界，就是他会发现自己要有所改变才能够靠近的那个边界，但还没有到，表示他还没有那么高频率或是足够的频率次数跟你遇见相遇，他会有一点点发现自己有点使不上力，哦，会有这个方向，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你应该对他来讲是一个完全不理解的人，不是很理解的性格的那个方向的人了。哦，我们就不讲那么抽象的东西，我们就直接照这一个能量的往前走的一个逻辑、理性逻辑来判断，应该是这样，不然他不会在靠近的时候还会有些考验，还有些挑战，要确定一下他自己有没有。讲白一点，就是有没有能力喜欢你啦。哦，免得随便告白、随便靠近就立刻被拒绝哦。来，先我们从2个端点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内在的东西？看一下哈，看一下。哦，这么抽象啊。果然哈，从这张牌可以看出来，决定权其实最后想不想试着交往的决定权完全在你身上。为什么？因为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他如果有任何表白，当然完全的决定权在你身上。可是有时候不一定哈，有时候不一定。有的时候，当有人告白的时候，反而自己的能量降低很多，弱化很多，立刻被眼前这个人牵着走。很多情况也是会这样哦，而不是你是被告白的人，你才是所有决定权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有个人在告白，会发现哇，整个能量气场，我们就讲最通俗的气场，完全压过你，好像会有一种好像不答应不行哦。那个时候你的决定权就可能不在你身上了。可在这一组，你有一点点以居高临下的角度去看他，哦，算是不公平、不对称。可是从这个讯息走过来的时候，我发现，你们一直处在你高他低的状况啦。好，你比较像是站在那个山头上面等他还在爬山这样。但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张牌有提示一个核心重点是，这一个关卡这一个挑战，可能要渗入一点怜悯心。可是他这个怜悯心跟我所认定的爱情某些价值是有一些矛盾的哈。我通常会提示说，不要把同情当爱情。我通常会这么提示。
可是这里却说，这次你可能要比较温柔的看待一下这个人。那通常这样子的讯息出现的时候，如果你常看频道，我是不是就会说，这个时候就是不要拒绝的这么快，因为他的好可能不会这么快展现出来，都要在后面，要等一下。哦，不是他不会展现，而是对，是他不会展现，而是现在这个状况，他还因为对你的不够熟悉，所以他忘记了展现他的好为优先。通常这个状况都会讨好比较多，以观察你是什么样子的特质为主，在他的视野里上，他会有点忘记自己，所以他就忘记展现自己的好。好，所以这边做这个提示要等一下，慢慢看，不要拒绝的这么快来，那这里说的就比较后面了。他说，你们要慢慢的接近，不同的能量结合之后，才能看到后面的价值。这讲的比较深，可是它却是个提示。提示的东西一样，就是要后面才会知道。要后面才会知道。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关系上，在爱情关系上有很多层次啦。最基本有几个，你就先分层次，就是认识嘛，朋友、好朋友，然后交往，然后确定关系。记得朋友到确定关系中间还有一个交往，很多人都忘记有这一段。所以交往这段时间，你不要觉得说拒绝的责任很大，没有，因为现在就是在交往，大家在互相看。所以前面有朋友、好朋友这个阶段还蛮重要的，因为你们会有某些基础，至少在交往之后还能够退回朋友，而不是就悬崖式的斩断之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不是这样。所以我才一直觉得说，比较健康的状况是朋友这个状况要有一些认识，如果没有一认识没几天就想要试着做好，那就试着交往，可是要有一些还是有一些朋友的相处内在底子在里面，因为后面确定关系之后，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你们都会像好朋友、很好的朋友。如果正式交往的时候，恋人、很好的朋友其实会混在一起的，他还是要有一些基底，让你们的相处比较正常，比较有生活化一点。好，这个只是一个小提醒啦，不一定适用全部的人，但是我相信这个会对于人的关系是比较有爱的，是比较仁慈的、比较慈悲的、比较善意的。好，这个多讲反正这一组它的好会在比较后面啦，会在比较后面。那我相信你应该会感受到他的努力。我不知道，我在这边有一个爬山的努力的感觉，还蛮重的但是我跟你讲，他运气还不错，他有一个朋友，有人在帮他，有人在泄密。给他情报很多。好，那这里光一章就讲这么多，我们来快速把这边看完这里也看完了来，我们来看这里我简略的讲这章说的，他说你们这组的相遇有心灵需要互助互救的机制在里面。我们先撇开爱情，只以认识就好了，单单认识就好了。你们内在心灵有一些点有一些位置，即便不说出来，相处之后能够互相治愈、互相疗愈，互相治愈、互相疗愈。所以，即便不尽恋人，当成朋友认识也蛮重要的，甚至也蛮必要的。可以化解掉内心有一些阴暗面，好像你们彼此懂，不一定是他来治愈你，也有你治愈他。其实这里是互相的。所以回到这里，他所说的融合之后才有的价值，可能就是要到后面内在的东西在做交流，你才会发现好，那剩下这里我笑是因为这张他把他的现况跟他要靠近你，让你喜欢他，让你在意他，他必须要做蛮多事情的。他必须要
初期他必须要知道自己要有所改变，而这个有所改变很类似奉献牺牲哦。所以这里在讲什么？他目前在遇到你之前，或在靠近你之前，他有一些对自己的误解，好像还没有整理。他整理完之后，他就会知道了怎么接近你、靠近你。所以以这里来说，也许初期你是先治愈他的人，好，也许初期。那为什么说也许初期是你先治愈他？因为这章讲的是一个对称的，它没有谁属于谁，谁为了谁，这是一个对称的，所以它只是一个先后顺序。哦，也许未来你们在更认识的时候，他能治愈你心里很多东西，也许他是能听到你内心东西的人。好，这个只是初期了，来再来这个最核心的东西。这章没有讲太多，这章讲的东西这里有讲到了，就要在后面才知道。要在后面才知道。其实这章已经把这里都讲完了啦。如果我们先解释这章，其实跟后来翻到这章讲的东西差不多哈。所以它只是一个2次的印证啦哈。如果你拒绝的很快，你们其实核心的思维、核心的思想就不会触碰到，就是后面的那个好。这里说有些东西已经在他心里发芽了，但是发芽的那个东西不是只属于他，而是属于你们2个人的，属于你们2个人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遇见，我觉得蛮多不错的价值。虽然它是以恋人的角度做出发，因为这里就是以恋人的角度做出发了，他所感受到的那个指引性是爱情的指引性。虽然是以爱情的成为恋人的角度做出发，可是后面竟然还有比较更高的价值所在，就是你们内在心理的互相支援、资助、support， 或是治疗都有内心的东西更为重要。那它不会改变你们的恋人关系，会不会改变好像不重要，而是这个遇见有任务啦，有其中是有任务的啦。来，我再翻一下这个。好，好，这2章，只是再用别的角度再重新讲了这个啦。有未知的秘密还没有浮现出来，是好的，是好的，因为是一种喜悦的聆听秘密的感觉，所以还要在后面才会有，一样已经3次了哈。好，那我们最后翻一下2个时间点哈。那这2个时间点只是暗示，我来翻的是它最靠近这一个边界的2个时间点哈，提示一下，那个边界是他会发现自己需要某些改变，才能够让你在意他，让你发现他的好的那一个时间点，也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最靠近你哈，然后能量也最好的时间，2个时间点哦。通常这时间点你不一定能感受到发生了什么啦，但是它会暗示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事情做起来都很顺利，然后你们的交集可能跟对话都会提高，次数都会提高。这里只讲了1个时间点年末那不是说年末你们才会认识，我觉得之前就认识了，只是那一个是一个高峰可能你会首次感觉得到他对你的喜欢，我觉得是接近年末的时候好，那就这样，这个就参考前面还会有别的发生，因为它还在缓缓的爬山中好，那就这样，那1号牌就到这里我觉得讯息都不错，你可以期待一下好，我是认为，因为它已经出现，我跟你说，它其实已经出现了，只是它在你面前出现的次数会慢慢的增加，不会明天、后天、下礼拜就突然出现个5次、6次，不会，它还要慢慢的增加，因为它还在摸索中，它还在靠近中，这个
该知道的人，我觉得他还不知道他喜欢你哦，还不知道，所以要等一下哦。好，那就这样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第2号牌来。那一样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看到你了哈，新恋人已经找到你了哈。那我们会以他的视野来去思考你的位置。那我想到就提示一下哈，它其实我们要捕捉5张，等一下我会翻5张牌，然后他再抓5个讯息，是我们试着翻开他那边传过来的5个讯息，但是他传来的是他的结构、性格、能量、位置、环境，跟他的意念的向往，跟他现在前往的路，不知道看是给哪5个讯息，然后我们再从这里反弹回去来看一个我们的讯息跟他的讯息的交界的位置传来的一个状况，就能够发现你跟他的距离，还有你跟他的能量的交集深浅。好，那我们先把这5张翻出来哈。好，第1、第2哈，第3、4、5。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动物牌，它有没有指定哪张要先说哈？好，我们来放5张哈。第1啊，没有哈。第2，哦，怎么会是这个位置？看来是通常这个位置就表示已经有某些被看到的将要发生的事情需要先说哈。第3没有，为什么一定要先说？有的时候翻到后面再说就好了。那我没有哈。好，没关系，很难得啦，很难得。我看看是什么，我来看看是什么。多翻一点哈，这里哈，好。我们先简单说这张牌在这个位置本来他说的事情哈。他说你们相遇是有很棒的心理安慰、治疗、资源、support 的能量哦，所以你们是无论是爱情的关系、恋人关系、朋友的关系哦，都可以。你们需要遇见，需要遇见。所以也不难发现，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对于你认识你的向往、靠近你的向往、接近你的向往，会油然而生啦，是有原因的哈。因为这边已经预示了某些你们未来要互相支援的心理的空缺的黑暗面的一种体谅、认知跟拯救吧，救赎都可以，倾听也可以哈，任何互动的好的正能量的形容都可以哦。基本上应该是这个方向哦。来。那我再翻深一点哈，他现在是这么说，我再翻深一点。那基于这一个角度，还有什么更深的原因哦？你们需要认识到。我翻3个重点好了哈，这个牌其实不太翻3个，但我把它翻3个。来，第1，好，第2。好，第3，看一下，这边第一件事情是，其实有透露一件事情是，你们的关系会成为好朋友、恋人、收妹，都只有基于一次的决定哦。所以，可能你们的关系会经历一次的告白，或是一次显化类似告白的一个行动，让你们会走到那一个边界跟关键点，确定要成为恋人、好朋友、收妹，只有一次的时间点，他不会因为可能要告白成为恋人，然后拒绝，就还有下一次，他觉得下一次时机更好再告白。这次看起来这里是没有的，他就只有一次的关键点哦。我觉得那个时候会是一个很成熟的点了，你们会明白该走到什么方向。他会让你们觉得那是一个类似告白的关键点，可能是你跟他表达，他跟你表达，你们的关系必须要进到某一个新的层面，要确定起来哦。应该会有，这边说是有那一个时间。
这边说哦，其实这边说的跟这里差不多，就是我刚刚说，无论你们是什么关系的认识结合啦，朋友、恋人、好朋友、收妹都 OK。哦，这边说你们本来的遇见就会有精神面哦跟智慧面的结合。那这章它会有一个东西，就是其实我常说，每个人所拥有的智慧的类别是不同的。光是以宗教来说的话，可能基督教、天主教就有所谓的智慧的类别就差一点点，智慧的种类就差一点点，更何况可能再跳更远。那我们不讲宗教，我们就只是告诉你说会有这样子的类别，我们所学的智慧还是会有一些差异。那你们这一组的结合会有一种智慧的交换、智慧的融合，说不定会再提升到更高的位置。好，我把这章讲完，再把这3章的总结讲给你听。那这章说，其实你们的遇见是有设定好的某个美好的计划了。我就不说这边说的是神的计划，我不往这里着重。我会觉得说，基本上你们的靠近就基本上就会认识，需要认识。你们很靠近的时候，就有感觉到想要认识，很难错过，很难不在意这个人。但通常这个认识的初期，我觉得通常都会被设定在爱情的喜欢而靠近，但也很多的几率，很高的几率会成为恋人，都可能。可是很多时候，人跟人在一起之后，才发现我们是熟美，我们是 best friend，所以他不会一定只走恋人，有可能他会是复合型的，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所以我们跳开固定的关系，这组你们的心灵结合更重要，好吗？心灵结合更重要。好，即便这边其实可以看到远一点的东西，即便你们不是以恋人持续走下去，你们仍然很有机会走到灵魂伴侣这个阶段。那灵魂伴侣这阶段就变成是说，很有可能是变成你蛮好的某些话题的最重要的朋友，只有某些话题彼此听得懂，这样子的也有可能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即便要走到那里，前面成为恋人，也会有蛮长一段时间的，因为你们的内心交流、依赖这个东西会蛮持久的。从这边看起来是蛮持久，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很高品质的结合啦，这个结合是有一段时间，它不会只是1-2天、半年这样子，它会有一段时间的。所以这组算是能量上蛮看好的。当你们一接近的时候，会走在一起。会变得很接近的几率跟机会都蛮高的，因为很适合，很需要。好，那我们往别的地方看，来，我们以现状的状况角度来看但是目前从这张牌看得出来，你们不算很接近，也不算在同一个世界里我觉得还算是有点远啦，朋友圈或是工作圈，从这张有一点点映射出那个距离，但我们还是帮你确定一下看一下就好。哎呦，我想这边这组牌叫我翻它，我翻一下这组。好，我翻一下你们2个现况的距离就好了。一个很基础的。跟我想的一样。其实这张牌其实也揭示了，我刚是不是说你们还是不太接近，不一样的？没错，非常远。那还好，你们中间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或是共同认识的同事，你们中间有桥，已经有不是完全不同世界，因为中间有搭桥，好像2个岛屿中间有桥啦那这桥才刚意识到有桥，我不能说是刚建好，桥已经都在那里了。而最近你们可能才刚出现在你们彼此眼前，应该说你才刚出现在他眼前。他也是因为有走过这个桥，有人搭桥，他有借由其他人，然后有看到你，所以他最近才刚开始知道你的存在。
但是很不清晰，你在他的视野里面非常不清晰哦，很远很远，很不清晰，很像你就想说，在一个船上哦，然后你已经要到了你要去的港口，如果你有坐渡轮或什么哈，可能2个城市这样子的都 OK 哈。譬如说，就像在日本，你可能要从广岛啊，要坐去四国啊，或什么，要一些坐船，然后你发现你明明知道你要去哪里，你在船渡轮上面都看得到要去的那个位置，可是那边起雾了。现在的状况就是起雾了，有点不太抓得准，还有多远？虽然船上有报时说在15分钟就到了，可是，在你的视野里面，在他的视野里面说错了，是在他的视野里面，其实他是看不清楚，他不知道多远这样，所以他现在不知道还要怎么靠近你，要怎么借由你们的共同朋友再更认识你，他现在还在这个初步的阶段。那这边偷偷提示一下，这组跟1号牌有90%的相似，目前到这里有90%的相似，而且这组2号牌讲得更深一点。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听一下1号牌，蛮像的哈。我不觉得这2组讲的是同一个人，但是情况真的非常像哦，连翻出来的牌都非常像哦。那不过2号牌有一个特点，他帮忙搭桥的人，1号牌是搭桥的人，还会成为某种助力，也可以算是成为某种媒人啦。可是2号牌没有，2号牌只有把桥搭好之后，他必须要慢慢的自己慢慢的按部就班的走近靠近你而已。2号牌只有这样子，所以以我们的角度，以我们看牌的角度，你的角度就慢慢等就好了，不要急，他会慢慢的浮现出来。他是蛮聪明的人，从这张牌揭示一件事情是，他在他的世界里面被认知为有能力、聪明的，很多人需要依赖他的工作上面得到很多赞赏的人。他是能量各方面都是蛮好的、蛮健全的人，所以他会找到路靠近你，这个就不用太担心，他会找到哈。好，好，那我们再看其他的哈，从这里来。这边说了，他有一个小关卡。刚刚说起雾，他完全找不到，是因为他内在某种能量的品质还无法跟你对齐，还无法聚焦在你这边。我觉得是聚焦哈，就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在调整镜头，在调，他还在调这种。那他为何聚焦不了？因为他有一点点当下的场景，他无法确定需要用多大的光圈，需要用多快的快门，他现在正在这个懊恼中。而这里揭示说，他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开窍，而这个开窍是他突然想通了什么，他就能够破除这些迷雾，往你这边走来了。这里很抽象，可是他只提点到这里，所以我们要讲白话一点，就是他有一个小小的心灵成长，他要经历一下，他就会知道怎么立刻冲到你面前，因为他现在对你所知道的你的所有的讯息，他是手足无措的，他是不知道怎么使力的状况，所以他必须要再观察一阵，他才会发现。这个跟1号牌又一样，太一样了。我甚至觉得我中间是不是2组牌没有隔太久？没关系，反正很类似你有兴趣可以去听。能量上，这个人他是更加不能说跟1号牌比起来，他更加健全啦，只能说他的土能量实在太多了，他比较稳定，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他在往你这边走来的路径上，他是比较稳定的情绪是比较稳的，因为他只能靠自己去，他只能靠自己发现，所以他必须要很冷静的观察，要怎么慢慢的靠近你这样。那这边有一个特色是，即便他出现在你面前，他不会立即
会很明确的表达他对你的喜欢哦，你甚至不会很快感觉到，因为他还在谨慎的发现自己能做什么，能做什么。来，我们再往这里这里其实没有特别讲说，特别就讲我刚刚讲，这里已经讲到了，他因为没有任何外力帮助他往你这边走来嘛，所以他必须发挥他内在蛮强的特质，成为自己的指路人、提灯人，他只能靠自己。但这边揭示一件事情，就是他有非常理智、跟平静、跟稳定、平衡的内在，所以他会找到。这边只是说了这个。好，来再看这个，这个也跟这里差不多，只是这里说了一个小缺点，他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积极。1号牌是非常积极，2号牌他没有那么积极，因为他有体会到一件事情是我们没想到的。他体会到，我觉得他不是体会到，我觉得他的性格是这样，他觉得有些事情就是自然而然的走到，他会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他的概念是这样。他不是一个觉得很多事情靠自己努力硬凹就能够扳正到自己位置的，他比较顺从整个他所感受到的自然的法则跟整个洪流的流动，他比较会这样。所以我们回到他跟你的关系，跟他要靠近你，他会觉得他每次跟你很接近的时候，他确定自己现在能做什么，不要越界，不要太多，做到这样就好了。他相信一步一步，就像我刚刚讲的，按部就班的走去。其实这边按部就班的能量很强，按部就班的走去，就会走到那一个他想要的那个点，而那个点就是你会在意他，你发现他的存在了，然后到那时候他才展现他的好就可以了。所以他其实是个很稳定的人。你们未来相处，朋友、恋人都 OK， 你会发现他的情绪是非常平稳的。从这里有看出来，他的情绪是非常平稳的。可是他是非常细心的人，他很慎言，谨慎的慎，言语的言，他很渴望自己很确定了什么才去表达什么，他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回到这里他应该在未来是非常能倾听你内心东西的人，因为他有一个直觉，虽然是直觉是感性的，可是他会用一种绝对客观的角度去定义跟确定他的直觉跟他所感受到的，他不会被情绪，就是他听到了，他感觉到就突然很高涨，然后就立刻表达说哦我知道，他不会，他会感受到的时候，他会用一种很平静，换成平静的方式再去确定一下他感受到的是否客观，是否有站在你的立场，有在他的立场去确定这些事情，然后他才会去表达你所需要的。所以你未来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除了被倾听之外，他还选择了你能听、你听得懂、你该听的语言。可是这会有一个状况是，他的节奏偏慢。他也许今天听你讲心事讲什么，他可能要过几天才会告诉你他的结论，他不会那么快。他甚至会跟你说，让我想一下。所以在某些相处方面，他很容易被别人误以为他漠不关心或是冷漠，其实不是，有很多的思考思维都在他的内心在回荡，只是大家看不出来。如果你为了跟他相处的时候，你要记得有这个状况。而这个也是在暗示你说，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性格表现了，他会暗示你是这个人了。好，记得好，那我再看一下。最近把恶魔牌请的比较后面因为我希望我都讲完的时候再来看他怎么确定我讲的方向。好，2张牌都不错。他说，慢慢的，整个爱情的欲望啊，能量都会上涨中啊。不用急，好坏，你们的距离也在慢慢的缩短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个时间点。那这2个时间点我定义在。
这里其实没有特别的时间点，但我刻意的去定义在你们可能下一次最接近，可能会有还不错的对话的时间点，两个做参考就好了不要依赖它。其实差不多。夏末秋初这一段夏末秋初这一段那个时候你们可能会有比较接近心灵或是更靠近的一个对话跟互动其实因为你们已经认识了，今天这题都是已经认识了，因为我题目是说他已经找到你了嘛都是认识，只是浓度的问题、深浅的问题所以夏末秋初应该会比较近的。如果你要很敏感、很在意这时间点的话，如果在那个时候发生你跟某个人对话非常很近、有内心的话，他可能就是在直指就是这个人但是我要提示一件事，他在表达很清晰他对你的喜欢之前，他都还在确定自己该不该表达，该不该告白。他这个层次里有我够资格告白嘛？他对自己的审核还蛮强的他从跟你的相处观察，你得到很多情报说笑是情报，可是他是要反过来审核自己，可以告白吗？好不好告白吗？他只有资格告白吗？他比较多的是这个，因为他的能量是这样。好，那我们就乐观期待吧我觉得这组，这边说在慢慢靠近中你们的距离在缩小中好，那就这样，那今天先到这里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找到你，已经看到你这题目很特别那我们从这边去跟他要5个，他那边传过来的5个讯息可能包含他的内在人格，也可能有星盘吧但我最希望得到的是他的现况他看到你的时候的能量的一个视野还有他的内在的能量的结构我比较希望看到这个，让我们比较知道我们在期待着谁，我们现在在寻找的是谁来5张，第1张，来第23、5，好，这张好了。来，我们再从同一组牌来看有没有重复的位置需要我们强调的来，第一张没有没有差一点，来，没有，好，这么特别，因为我以为会有结果没有。来，我来感受一下，我来选，我从最暗淡的角度来选好了很难，今天都没有，都差不多。怎么那么难选呢？今天，算了，我用另外一个方法。这张好，从这里选我今天真选不出来。他要我解释一下现在，他希望我先解释一下现在的状况了，你们的之间的距离的能量的状况他只偷偷说你们有一个未被发现的连结，关系上的应该是关系上的他是说能量有连结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关系上面有很靠近过，有产生某些重要的连结之后，让你们的距离好像不会跑太远不会跑太远。那我们从这个角度翻好，我从这里看，好，看看我
直接把整个大的结构翻出来，我来看一下，他为何要叫我先把现况讲出来。先这些，哎呦，特别，来，我看清楚一下。其实，我觉得这边告诉我说，他其实在蛮靠近你的距离。他其实现在要做任何主动的表达，他都很能够轻易的就做到。也就是说，他现在就算今天他要去跟你表达他喜欢你，他也做得到哦。所以他其实很靠近你哦。但是他为何没有做？因为你附近有让他感受到一个东西，他觉得不是现在这个时机点，他有一个城墙感，有一个墙壁挡在他前面，他有这个感觉。那应该是他有，我觉得从这里看得出来，他有靠近你，试着跟你说话，然后他有明确的感受到你好像不太在意他，或是不太容易在意他。也就是说，他在你的视野里，你给他的感觉是你会无视他，懂吗？也许你没有，可是在感觉上是有的。呃，这边我只能说，他表达错了，他表达的方式不是你会感受到的。呃，我必须说他现在不在你的世界里，不在你的世界模式里啦。哦，他不在你那个模式里，所以他就算在你附近敲锣打鼓，你也听不到，因为他的模式、他的表达都不在你会有反应的状况里。我不认为是你不喜欢他，而是你没感觉到他。对他现在，我只能说最肤浅就是你对他没感觉。你对他这个人的存在，其实现在是没有感觉的。那其中有契机吗？目前是没有他的能量或其他的助力会帮忙解决这件事情。可是会从比较遥望的、比较遥远的能量的契机上来说，他慢慢会得到一些启发、启示，跟其他人告诉他，或是他告诉别人说他喜欢你，他必须让你知道要怎么靠近你、跟你交朋友。这些提问，慢慢让其他人知道之后，他才会发现其实有解方，有人能告诉他，有人能教他。但是这一条路是比较远的，以现在的状况最靠近的话，他现在是无所适从的。那要再等一下，要再等一下，他需要在你附近盘旋一阵子，哦，他才会找到那个跟你接近的方法。记得今天的题目不是暗恋者哦，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哦。他会被设定在这题出现，就表示他其实有跟你融合、接触、内在灵魂交集有不错的点，才会把它找出来。好，那基于这个点，我们先翻一下，让你确定一下。让我们知道说，即便他现在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可是基本上灵魂各方面还是有需要认识的必要哦。那为什么？哦，哦，这张牌我真的很少翻到，哎，竟然是这张。好，这张其实暗示了这个位置，他需要某一个新的开窍。他现在的模式、他的方法，他看你的视野各方面都不通，他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体会，所以其实他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成长啦。我认为我们用能量的完整性来说，我认为他现在的能量，如果要去跟你做结合、附和你、交流、有默契、有交集，从你这里为标准来说，他现在能量是不完整的，还缺角，好，还没有融合的很好，所以他自己需要有某种提升，不是说他不够格，
或是他等级各方面是比你低，没有，我只说只在你的世界里的话，他的完整性不够。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他不在你的视野里啦，他的模式根本还不在你的视野，他还不够完整到那里。那这就有一点点辛苦，他需要学习，因为这个是他想要进来的一个世界圈嘛。他必须要学习一些他本来不会的东西，譬如怎么跟你们这里的人、这里的朋友交流、对话、语言，他必须要学会，他才能够慢慢的接进来。那你会说这是他为了认识你而做改变的吗？我倒是认为这是他少学习的一块。因为通常我不会找到需要谁为了谁改变自己才能够得到谁，因为我觉得那个不原始。我通常都会觉得是这个状况的表示，你应该是在他的人生生命里的各方面、心理方面的某个贵人，以某个贵人的角度出现，他学习、改变、增加他自己的，就是补齐他内在的东西，在你的世界里学习到这件事情，他会变得比较完整。那个语言对话，他在某方面有开窍，他才能跟你对话。那你说，如果离开了你这个世界，对他来讲有没有用？有啊，因为他也有一个新的成长，只是要认识你，要接近你，他这一个成长跟这个改变加进去的东西，他必须要有，你们才有对话的同样的对话的模组语言，才对话得到啦。好，所以如果要我觉得比较用高低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认识你算是他的某一个课程，他一直没有来上。他今天来上了，他学会了，他就能够跟你对话。这是他必须要为自己打开进入你的世界的窍门，不然你会一直不太在意这个人，不太在意这个人。那从这里也揭示了一件事情是，他要再出发，再从原点再出发。这里的暗示是这个，所以他需要在一个新的课程、新的学习里面学会新的东西。才能够跟你有所交流这是他的课程了。那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什么重点就是还要等他一下，他没有办法那么快浮现出来我们通常都只在意他到多久了多远，就还要再等他一下。他现在不会浮现出来那这里说你们还是有一个心灵上的距离，要慢慢的连接拉近。你们现在还算很远，这里说你们现在还算很远，所以你们要变得很靠近，我觉得需要花一点时间，内在心灵各方面需要花一点时间2次都说了，所以我觉得他才刚开始要慢慢靠近你啦。当然，他现在是一个暗恋者的状况，可是以这一题的结论来说，他不会只在暗恋者的状态，他最后会在他觉得自己比较完整或是有自信，觉得可以讲的时候，他会表达出来。那因为我在犹豫要说你会提早就发现他的存在，慢慢提早就发现他对你的喜欢，还是他会突然蹦出来跟你说？我觉得这一题比较有高的几率是他会突然蹦出来告诉你说他喜欢你，他比较接近突然蹦出来的表达。因为我没有发现你的观察，你在他的这个过程里，我没有发现你的观察，这也没有你的观察好吧，我看来他会突然蹦出来。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来看这里。你们两个的世界两个能量接触的时候算是不稳定的，你们的协调性比较差，比较低。这边先解释这段，所以对我来说，他会比较辛苦啦，他会比较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融合在你这里的状况，他会比较辛苦所以他跟你告白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人有在讨好你，为你改变，把很多核心都放在你身上，你似乎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压力。可是我希望告诉你的是，但是他做了很多准备跟努力，才到告白跟让你知道的这个阶段所以你可以再看看他后面的变化，看看他的表现表达是如何对他来讲，到告白这一步不容易了，不容易。那慢慢的
慢慢的，你们两个的关系要从建立彼此的信任跟安全感开始，才可以慢慢的稳定往下走。这组，我觉得融合的不容易，比较难度比较高。哦，虽然这里也没有说你们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可是我觉得你们有一些关键的融合的点，需要花一点学习，跟花一点时间，才会知道怎么抓好，怎么才会抓好。好，现况来说的话，这题比较难解的是，这题比较多的都是他的内在核心的问题。这两张牌都说，他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整理自己的时间点。如果他没有整理好，他甚至不会走到告诉你他喜欢你的位置哦。然后，因为他会被自己打败，这题会他会被自己打败。可是以今天的题目来说，我觉得他至少会走到跟你告白，然后你们有试着交往的阶段。我觉得至少要走到那里才会有，不然找他没有用，因为找他就会在暗恋者的状况。我觉得今天我的能量不是要找暗恋，他没有要跑那么远，只是今天这组非常多的时间在强调他现在自己的转换、转变、蜕变、升级很重要。讲了好几次了，这里一次这里一次，这里又一次，这里其实讲一两个，有两个都在讲这件事，可是我把它当一次这样。不过我觉得在某方面来说，你的出现本身对他就是个好事，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他意识到自己有东西需要学习、要改变。那这些启发都是因为他在观察你身上，发现自己需要有这些改变跟这些学习，所以你对他来讲算是某种贵人啦，一种贵人的角色出现。初期一开始，你们还没有结合的很好的时候，你就对他的影响很大，是正能量的结合。我觉得这季本身就是一个好事了，先可以排除后面会不会告白之后会不会成为恋人或什么，那都无所谓。我觉得你的出现本身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哈。来看一下这个，基于这个我就要问了，如果到了告白的时间点的话，你的反应、你的想法跟你的感受，问我们既然在问你未来的感受哈，因为问了之后，它有时候会变成一个提示啦，或者提示哦，因为我也很好奇。好，我直接说这两张的结论。他说，你会有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反应，是好的，是往好的方向走。他这边说，你连你自己都会，你现在都没想到，你那个时候他告白的时候，你会是这个反应。No， 我只能这样讲因为很有趣，所以我就不想讲太多它里面的细节很有趣，但我觉得不想讲太多。那我们来分两个时间点来抓看看，他很有可能首次跟你表达他喜欢你的时间点在哪个时间点？这个参考因为这是我问的问题，但是他给的时间点可能只是他最靠近你的，也许他最靠近你的时候，他跟你会有比较多的互动，但不一定会告白。但是我会故意问，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是因为我想看看最高点会不会在哪里？可是只能参考因为它本来就给的是一个区块式的东西，只是说让你有一个时间上的方向感，让你大概知道说差不多会有这个时间呐，你可以乐观的期待夏天刚开始夏天刚开始，再来是冬天最冷的时候，这两个时间点可能都很有机会，你们两个能量会非常靠近，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能量出现好，记得这整组牌最重要的是这两张，因为我对这两张翻出来的感受最强。他说会有你自己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反应。好，那3号牌就这样吧。3号牌就这样，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那谢谢来听喽，祝福你们。